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年会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来蹭吃蹭喝的。上司用施舍的语气说：“加个座，让这个厚脸皮见见世面。”我眉头一挑，跟着董事长坐上主桌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28号是公司年会的日子。雅德酒店门口，我被保安拦住，禁止进入。李浩，你被辞退了，还好意思参加公司的年会？背后传来刘瑞的声音，他是公司里的同事，也是陈广身边的走狗，平时最会仗势欺人。他身边站着几个同事，领头人果然是我的上司陈广。你怎么来这了？你已经是离职员工，没资格参加年会。快走！陈广嫌弃地挥着手驱赶我。半个月前，把陈广我叫到办公室，一番威逼利诱，想要我主动签下离职申请。我不肯，他便随便找个理由把我辞退，还不给任何补偿。我目前处于和公司据理力争的状态，因为我知道他无理由辞退我，只是为了给他侄子腾位置。我们公司是世界500强，福利待遇好，有点关系的都挤破头抢名额，穿个西装还真以为自己是有钱人。他上前扯我西装的领口，做事拍了怕上面的灰，怕不是哪家婚庆店租的吧？刘瑞附和着嘲讽，眼里的轻蔑毫不掩饰。我想应该是我平时太低调了，出行靠不行。身上穿的也都是看不出牌子的衣服，这是我爸和我的约定，在公司内保持低调。从进公司，他们就开始瞧不起我，不过我不在乎，只是认真工作。我站着没搭理他们。今天的保安是新来的，不认识我，做事一板一眼，请出示请帖。他们从我面前经过，炫耀似的从兜里掏出金光闪闪的请帖，刷卡进入。刘瑞回过头，语气似是遗憾道：“要不是德雅酒店是一卡1人制度，说不定哥还能带你进来吃一顿大餐呢。”说完，几个人拥着陈广进酒店，留下我独自在冷风中等待。几分钟后，酒店经理小跑着到门口迎接我，并训斥了新来的保安。我从侧边进入会场，引来离门最近一桌的目光，刚好是陈广他们一桌。他们表情有些吃惊，还真被你混进来了，进来也没用，这没你的位置。刘瑞不客气说道。会场的桌子上每个位置放了名牌，没有多余的位置。是啊，你还是趁早离开，免得保安拉你走。不知是谁也开口劝道，我当没听见，想要往最前面的主位走去。公司的高层行程不定，桌上都没放名牌，我的位置也在那里，正要走，陈广手疾眼快，一把拉住我：“小黎，你要干什么？今天可不是你胡闹的日子。”我平静回答：“我坐前面去。”坐前面？你多大的脸？那都是老总的位置，你去坐。陈广训斥我：“你可作死也别带上我们。”吴小小眼里带着冷漠开口道：“我记得刚进公司时，吴小小对我格外热情，暗中抛了不少媚眼，就连中午吃饭时也要挨着我坐。但这一切是好在知道我是个毫无背景、家庭贫穷的大学生后，立马断崖式停止。而他的消息来源则是坐他身边的张玲丽。今天的张玲丽打扮得格外珠光宝气，时不时从包里掏出小镜子查看妆容。张玲丽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当时也是学校的校花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姿色依旧姣好。当年她红着脸对我表白，却被我毫不留情地拒绝。没想到她对我粉转黑，在放学后跟踪我。得知我爸是开废品站后，带头让全班女生不搭理我，还在背后嘲笑我爸是个捡垃圾的。
起哄我身上有垃圾桶的酸臭味，造谣我平时爱小偷小摸。当时男同学都有喜欢的女同学，也跟着女同学孤立我。我本就性格内向，这一下子给整抑郁了。好在我学习成绩优秀，很快就跳级升高中，远离那段黑暗时光。思绪从初中的记忆收回，桌上几个人都看向陈广，等着他的指示。有好心的同事建议在这桌加个位置，这酒店加不了座位。我摇头说道。刘瑞对我翻了个白眼，哪有不能加座的酒店？真搞笑，一看你就是没怎么吃过高档酒店。桌上的其他同事也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，我笑而不语。陈广思虑过后，抬手示意服务员：“不好意思，咱们这桌加个座。”陈广语气温和，对服务员说：“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酒店有规定，每桌限定8人，不允许加座。”服务员面带微笑，态度恭敬地拒绝。陈广面色一僵，有些尴尬。刘瑞替陈广打着圆场，和服务员打着商量：“小姐姐，规矩是人定的，今天是我们公司年会，临时多人加个座位而已，我们都不介意。不好意思，这是规定。”服务员依旧拒绝。没想到服务员态度坚决，其他人用狐疑的眼神望向我。这酒店难道我来过？他都能查好路线，偷偷溜进来，他一定是提前查过这家酒店的所有信息。吴小小一句话解了场面的尴尬，也让众人恍然大悟。陈广向吴小小投向欣慰的目光。我说呢，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张玲丽附和。我没再解释，显然他们都很认同吴小小的话。他们继续讨论着我最后的归宿。就在这时，陈广收到一位女同事的消息，女同事家里孩子生病，临时来不了年会。陈广松了一口气，语气像是施舍般道：“你也是个不请自来的厚脸皮，刚好多个位置，今天让你见见世面。”我无所谓，耸耸肩坐下，吃饭而已，哪桌都一样。酒过3巡，众人都收了筷子。刘瑞见我没动的燕窝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平常你可吃不着。我不爱吃。我淡淡一笑，装什么逼啊？怕不是从来没吃过这种高档货，不知道怎么吃吧？刘瑞嗤笑。对面几个女同事也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，我觉得好笑。1881碗的燕窝在我家都上不了桌。我只是单纯不爱吃糊状口感的东西，不过林龙倒是挺爱吃的。他说像果冻，还能美容养颜。正巧巡视的酒店经理注意到我一口未动的酒杯。李先生，你之前在这存的酒要拿出来吗？这是我对他们定的规矩。有人实喊李先生。所有人都知道酒店老板是李氏集团的少爷，而我隐藏起来能避免很多无聊的社交。我听到刘瑞对着陈广吐槽，这小子准备的还不少，还提前来存酒。几个人对臆想出来的我的行为嗤之以鼻，而我理所当然地拒绝经理的提议。对于这群人，不需要大方贡献自己的藏酒。怎么？不好意思，把你的酒拿出来，不会是某宝酒？9块1瓶的红酒吧？刘瑞带头起哄，眼神里都是戏谑。接下来，众人你一样，我一语把我当作笑料。我笑笑没说话。接下来，众人话题从我身上移开。听说德雅酒店老板是我们老总的儿子，小李总。吴小小转头问张玲丽：“是啊。我之前和男朋友来这吃饭，还是他邀请的我们呢。”他努力克制着脸上透露出来的优越感。我试图从回忆里提取这段记忆，可惜丝毫没有印象。小李总邀请的，看来你男朋友家世不错啊，你以后可享福了，婚后在家做富太太就行。有女同事话语里吹捧着张玲丽。
可眼神里充斥着酸意。那可不行，我男朋友和我都认为女性需要经济独立。张玲丽娇俏捂嘴回道。不过我男朋友心疼我，待会儿要来接我回家。张玲丽不经意间把秀了一把恩爱。那你可真幸福，都1年了还在热恋期。我听着几个女人的互相吹捧，脑子已经开始不住地想念女朋友。她似乎从来不攀比物质，她更愿意把钱捐给孤儿院。没有了，她还不是为了炫耀她刚提的新车。张玲丽捂嘴不好意思，这句话引来不少男同事的好奇。你男朋友提的啥车？我不太懂车，好像叫帕拉梅拉。他展示着手机里的图片。这款车我知道，好像值不少钱。有知情者说道。我瞥了一眼图片，眉头皱起来。这不就是我的车吗？要说其他车可能会撞款，这辆绝对不可能。这辆车是经过我私人定制的，刚从国外运回来，现在应该是送去保养了。陈广见我一脸疑惑，像是找到了新的话题。羡慕吗，李浩？只可惜你这辈子也买不起，只能怪你自己没投个好胎。我不理会他，给管家发着消息。舞台上音乐声响，年会表演开始。开场嘉宾会快引起轰动。快看，居然是林龙，他居然来年会了。他是公司的代言人，当然会来给公司站台。林龙可是我的女神，待会不知道能不能要个签名。见是林龙表演，我从手机里抬起头，拿起手机给林龙拍照。你也喜欢林龙？刘瑞表情里透露着不爽。是啊，我坦然回答，自己的女朋友当然喜欢。你早点死心吧，人家可公开说明有男朋友了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待会有舞会环节，说不定你可以幻想一下他会邀请你跳舞，哈哈哈。刘瑞的语气里的嘲笑明显至极。要说刘瑞为什么针对我，一方面是为了讨好陈广，另一方面是我在一次领导会议上压了他的风采，导致他失去在领导面前露脸的机会。他记恨着我，一直想找机会让我下不来台。会场灯光熄灭，唯一的一束灯光跟随着林龙。刘瑞和陈广偷偷讨论着和林龙共舞的幸运儿会是谁。灯光一路来到我们这桌，他怎么来我们这边了？刘瑞咧着嘴笑，情绪明显激动。应该是个幌子，他怎么可能会在我们这桌跳？陈广冷静分析，最后还是会回主桌的。当林龙把手伸到我面前时，安静，空气里是诡异的安静。我和林龙相视一笑，顺着他的意思，把手放在他的手心里，跟着他上台跳舞。全公司的男性目光都像针扎着我后背，可我忍不住得意。舞曲开始，林龙借着音乐小声吐槽着我怎么坐这么后面，害得我一顿好找。我轻声安抚同事的热情邀请，我盛情难却。我们俩小声交谈，一直到舞曲结束，回到原来的位置。众人用古怪又好奇的目光包围着我。你不会连林龙都事前买通好的吧？刘瑞眼里的嫉妒快要把我烧灭。说不定哦，我听我男朋友说，不少女明星花钱就能要求他们做任何事情。张玲丽意味不明地说道。别长了张嘴就言论自由，我反驳。林龙是我女朋友。他们在听到前面那句话还不以为然，在听到后面那句话后都笑得前仰后合。刘瑞拍着桌子大笑，林龙是你女朋友？兄弟，中一次幸运观众就开始白日做梦可不好。陈广碍于自己主管的威严，没其他人那样大笑，但眼里的嘲讽挡不住地流出来。这就是你们年轻人说的梦男吧？陈广故意向周围的几个同事询问着。就在这时，林龙给我发来消息，
我衣服换好了，现在过来找你。我低头回复他的消息。林龙。刘瑞看到我眼里的甜蜜，夺过我的手机，大声朗读上面的备注，连手机屏保都是林龙。你小子搞替身文学。周围的同事都用一言难尽的眼神看向我。你还真把女朋友名字备注成林龙了？陈广率先打破沉默。男人当渣男可不好。他装着知心大哥的模样，苦口婆心说道。我心里冷笑，要不是遇见他和小三在商场卿卿我我的舔狗样，我绝对会当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。我斜眼瞅他，没反驳。现在桌上的同事都默认我是渣男的事实。快看，那是不是林龙？他过来了。我望着他过来的方向，嘴角止不住上提。你该不会认为他是找你的吧？刘瑞耻笑我。这次我是没反驳，因为林龙就是来找我的。林龙的手挽上我的手臂，周围同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林龙，您真的是来找李浩？刘瑞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，再次确认他是我男朋友。林龙莞尔一笑。刘瑞依旧不相信我这个三无人员会是林龙的男朋友，似是要打破这个梦境。他继续问道：他有女朋友，还把女朋友的备注改成你的名字。林龙似乎有些生气，但不好发作我就是他的女朋友。桌上没有一个人开说，直到陈广摆出大家长的气势。你好，我是陈广，是李浩的前领导。你好。林龙语气冷淡，他已经看出我在这桌上并不受待见，叫来服务员加位置，陪着我继续坐下。服务员见是林龙，没多问就加了一个座椅。这家店我经常带林龙来。吴小小和张玲丽看到后，自以为小声议论：她怎么能加座？这不是狗眼看人低吗？肯定是她是女明星有特权，说不定她来过这里很多次。这么贵的酒店，得来多少次才能有这种权利？两人用探究鄙夷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林龙，两人没指名道姓。我和林龙装作没听见。林龙作为公众人物，肯定有不少诋毁他的言论。一开始我总会生气，而林龙总是宽慰我。有人讨论我，说明我火。见我俩不在意，刘瑞主动挑事：林小姐，今天李浩进酒店，您应该帮了不少忙吧？他不需要我帮忙。林龙喝了一口红酒，撇撇嘴，转头和我抱怨这酒不好喝。上次存的酒呢？原来那瓶红酒是林小姐您的啊。刘瑞像是抓到了我的把柄。李浩还说是他存的酒。林龙没理会，自顾喊服务员。一旁的张玲丽似乎不甘心他的无动于衷。林小姐，李浩就是穷酸小子，家里不过是收废品的，可没多少钱。您别被他这副好皮相给欺骗了。他的模样像是为林龙愤愤不平。之前读书的时候就有不少女同学喜欢他。是啊，我可是他初中同学，他家里什么样子我可是亲眼见过的。吴小小搭腔，他今天身上的衣服恐怕都是找礼服店租的。说到衣服，林龙往我身上瞥了一眼，今天的衣服是他挑的，主打休闲。见他有反应，刘瑞接着揭穿我的真面目。他平时都是走路上班，连公交地铁都不坐。我哑然失笑。我平时住的房子距离公司1公里，走着上班全当饭后消食，哪用得着交通工具？他们侃侃而谈着我平时的抠门行为，把自己对我的穷酸猜想通通往我身上叠加。最后陈广总结发言：林小姐，你可得看仔细人，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以你的条件可以找比李浩好得多的男人。没想到林龙根本没听进去，反而含情脉脉看着我，坚定地说：我就喜欢李浩，我有钱，
我养他。周围竖起耳朵听的人都大吃一惊，男人向我投来羡慕的眼神。吃软饭这么成功的也没谁了，女人则是鄙夷。对此我乐在其中，眼神乱瞟，正巧对上一个人的目光，是张叔，我爸当年打江山的伙伴，从小看着我长大，瞧见我，踱着步子过来，坐在中间的陈广律最先看见。哎呦，张总您怎么过来了？应该是我过去敬酒的，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众人一阵阿谀奉承，张叔嘴上应承他们，脸上却是不停地对我挤眉弄眼。眼看张叔要被越来越多的人埋没，我及时起身。张叔，我乖巧喊话。张叔还没说话，倒是陈广手一挥去，攀什么关系？叫张总。张总不好意思，这人是我们部门前员工，已经离职了，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混进来，我立马就让他走。陈广鞠躬哈腰，身后的几个人也跟着解释：是啊，他没请帖就找机会混进来，似乎还是林小姐帮的忙。张玲丽眼睛瞥向林龙，适时提醒张叔。整理完裙摆，林龙也跟着我喊。见状，陈广心思飞快，连忙改口：原来张总和林小姐认识，怪不得李浩喊您张叔，是跟着林小姐喊。周围的男人像投来艳羡的目光，现在我在他们眼里一定成了实打实的软饭男。张叔听了他的话后，满脸疑惑：前员工离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刘瑞跳出来解释：张总，李浩他业务能力不行，被公司辞退了。张叔花白的眉毛皱了皱，业务能力不行。我看他之前开会讲挺好的，之前我就是在张叔面前力压刘瑞的风头。刘瑞脸上窘迫与尴尬交替出现，您还记得呢？张叔不理会刘瑞反问：辞退他董事长同意了吗？众人似是感受到了不对劲，周围的气氛逐渐冷却。张总，李浩不过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辞退他哪轮得到董事长出面？陈广颤巍巍回答道。张叔从鼻腔里溢出一声哼笑，见众人仍是一头雾水，张叔好心解释，他可是李总唯一的儿子李浩，也是德雅酒店的老板，名下还有不少影视公司和餐饮公司，年纪轻轻就能力出众，是我们所有董事公认的继承人。你说要不要董事长同意？您不会是认错人了吧？刘瑞不死心，面对质疑，张叔沉下脸：我虽然年纪大，但不至于从小看着长大的侄子都不认的。众人似乎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依旧呆愣在原地。我看到张玲丽脸色像是吞了只苍蝇，咽也不是，吐也不是。刘瑞手里的酒杯当的一声掉到桌上，酒水流了一裤裆。陈广的嘴唇哆哆嗦嗦，像是有话要对我说。就在这时，我爸的声音从耳边传来：老张，好久不见啊！张叔满脸笑意，回应着老朋友的热情：快来看看，这是不是你儿子？他们非说我年纪大了，认错人了，哈哈。而我乖巧叫人爸。我爸不冷不热回应。这下众人似乎是从懵逼中反应过来，开始窃窃私语。他居然真的是老板的儿子，李氏集团的继承人。李浩还真是深藏不露。我就听说有钱人都喜欢把小孩扔在基层历练，果然没错，感情是少爷在公司体验生活呢。随后我跟着老爸上了主桌，没管身后那群人的反应。酒会中途，林龙就和经纪人离开，准备明天的红毯，而我等到酒会结束才离开。走到门口，被陈广一群人堵住。现在他们态度都180度转变，对着我就是一顿恭维。没想到小李总平时这么低调，一点风声也不和我们透露。同一个办公室，完全没看出来。
是我们演拙，从前的玩笑话您多多包涵。连陈广都是恭恭敬敬，只有张伶俐站在边上，紧抿着嘴唇，一言不发。他们堵我，无非是因为之前对我的嘲讽和为难，怕我给他们穿小鞋。但我没这么无聊，正要制止一辆车驶来，汽车独特的引擎声引得众人侧目。一个身材消瘦的男人从车上下来：“伶俐，你男朋友来接你了。”吴小小对张伶俐提醒，而张伶俐像是找回了场子，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的最前面。众人终于把谈话重点转移：“伶俐，这就是你男朋友刚提的新车吗？”有人问道。“是啊，全球限量呢。”他带着若有若无的炫耀。我仔细观察，果然是我的那辆帕拉梅拉，车牌是我特意挑选的，是我和林龙的恋爱纪念日。车身两侧两个大大的 LL 也是林龙的意思。打开手机，查看管家发来的消息，原来车子在保养期间被前来探亲的小孩借走完了。可这人我眼生，家里似乎没有这号人，圈子里也没见过。张伶俐扭着细腰挽上那男人的手臂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魏巍。魏巍瞥了我们一眼，点头示意，然后拉着张伶俐就要走，丝毫没有要和我们结识的意思。可人群中不乏有人对他的车感兴趣。“兄弟，听说你这是刚提的新车，多少钱？”见有人问他车，魏巍停下脚步，话语轻松：“没多少钱，一辆玩具车而已。”不经意的炫耀引得不少人眼红。魏巍继续说道：“我家车库里有不少车，不过这辆车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。”他转头看向张伶俐，含情脉脉：“这是为了庆祝我和伶俐100天特意定制的。”张伶俐接受到男朋友递来的爱意，带着红扑扑的小脸解释道：“那2个 LL 是我名字的缩写，我觉得太夸张了。”结果他非要这样。看着两人开始秀恩爱，我乐了。我故作请教姿态：“魏公子，我记得这辆车国内只有1辆。”魏巍带着不可一世的眼神：“是啊，就是我这辆。那真不巧，为什么我那辆正在保养的车子和这辆车一模一样？”我的话成功让张伶俐脸色开始疑惑，而她身边的魏巍丝毫没有注意到，依旧自顾自话，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。对于我的质疑，他感到十分不爽：“你那辆一定是假货，我这辆车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买得起，是从国外转运过来的。你跟伶俐是同事，怎么可能买得起？”说完，他还用鄙夷的眼光看向我。边上的张伶俐脸色出现异样，他是个很要面子的人。我啧舌，这人脸皮真厚，拿着别人的东西冒充，还理直气壮地装。而周围知道我身份的人已经开始嚼舌头。听说张伶俐男朋友挺有钱的，不至于装阔吧？可你也不想想咱小李总他爸是谁，他有必要说谎？你说谁的车才是假货？我没理他，我在等人来给我解释情况。听了半天，魏巍介绍自己的车，有人想起一件事：“魏总，你不是和小李总很熟吗？”小李总，魏巍疑惑，显然他已经忘了，就是我们老板的儿子，德雅酒店的老板。魏巍恍然大悟：“哦，浩子啊，我熟得很，我俩是发小，关系好得很。上次他还请我和伶俐一起吃饭呢。”魏巍还要继续说，边上张伶俐已经开始拉扯他的袖子：“我怎么不记得邀请过你吃饭？”我开口打断他：“你是谁啊？哪轮得到你请我吃饭？”魏巍提高音量，对于我的问话，魏巍已经开始不耐烦，先是仿冒他的车，再质疑他的话。听到这话，周围的同事都开始诧异讨论。这时，一个胖子从酒店侧面大门里匆忙过来，
裴哥，你怎么在这？这车……魏巍看见来人就凑上去套近乎，结果胖子根本没理他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恭敬打招呼：“表哥。”我淡淡回应：“车子是怎么回事？”我问：“这不是我店里的兄弟在店里看见，就想跟您借着开几天，忘跟您说了。”他有些结巴，又带着讨好说道：“裴哥，这是谁呀？”魏巍出声问道。胖子猛拍魏巍的后脑勺，恨铁不成钢道：“没眼力的东西，偷开了人家的车，还不认人！”魏巍僵住，正愣住，等缓过劲后，他就是那个雅德酒店的老板李浩，李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不可能啊！他还是一脸迷茫地看着我：“裴哥，这人说不定是假冒的。”我微笑不语。我听说雅德酒店的老板又矮又丑，从不露面。胖子听着有些着急：“别胡说！”又一耳光要打在魏巍脸上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我及时制止。边上的张玲丽见自家男朋友对这个胖子点头哈腰，自觉当众丢了脸，心里难堪得很。听说这辆车是偷开的，他忍不住质问魏巍：“这辆车是你偷开的，不是你的？”魏巍见事情败露，也不反驳，点头承认：“那你那些豪车和别墅，家里开公司也都是假的。”魏巍点头，但凌丽我爱你的心是真的。顿时，周围的讥讽和耻笑随之而来。我就说：“小李总怎么可能买假货？原来车就是人家的。原来不是凌丽，而是林龙。刚才我就奇怪，说小李总请他吃饭，结果还不认识他，敢在小李总面前摆阔，这下好了，被戳穿了。还说张玲丽有个富二代男朋友，结果就是个小偷。”数道目光看向张玲丽，其中带着意味不明的嘲笑。张玲丽承受不住众人的打量，愤然离开。我也没心思继续看热闹，离开了。后来我终于知道了魏巍到底是谁。车子被胖子借去开，不过就是胖子临时的托词。魏巍是胖子店里修车的员工，经常偷拍名贵的车子，在朋友圈里假装富二代泡妞。由于修车手艺好，胖子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没想到这次被正主撞个正着。事后我让胖子直接把魏巍开除。这辆车是我为林龙特意定制的，被不相干的人赋予上其他人的名字和意义。我有些生气，反而是林龙耐心宽慰我。不过好人没好报，很快我就收到张玲丽的示好微信：“你还记得我们王老师吗？上次我们聊天还说到你，这次同学会你会去吗？”我马上拉黑他。一个上学给我带来心理阴影，上班后冷嘲热讽我的人，怎么好意思再联系我？学校也只在乎我的成绩，我一点也不感念他和学校，所以我没去同学会。第二天我就全网黑了。李氏集团继承人学有所成后，瞧不上往日同学，不屑于参加同学会。事件短短半天迅速发酵，更有知情人爆出继承人正是知名女演员林龙的男朋友。林龙也因为我的身份遭到网暴。看着网上对我忘恩负义的唾骂，我无所谓，可对于林龙的谩骂实在是恶毒，把他所有的努力都归于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。但是我不允许有人污蔑林龙。我刚安排人进行调查，林龙就开始偷偷行动，直接在微博上公开恋情。他笑着宽慰我，与其躲躲藏藏引人猜忌，不如大大方方秀恩爱。我早就想这么干了，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约会了。我立即注册微博回应林龙，网友被转移视线，开始磕我俩的糖。我联系林龙的经纪人，在家把火买水军，我出钱。一开始我本想拿出自己抑郁症的病历进行直接硬刚，
痛斥当初王老师和学校对于我被孤立的情况视而不见，但被林龙制止。他说这会引发网友对你的无端猜测，公司股票也会受到影响。果然，这件事情背后的人是魏巍和张玲丽。张玲丽因为魏巍欺骗她而分了手，结果现在两个人又在一起狼狈为奸。我直接开除了张玲丽，对张玲丽和魏巍进行行业封杀。只要是李氏集团能够触及到的地方，他们就不可能有工作。看着张玲丽疯狂发来的短信，求求你，我错了，都是魏巍出的主意，都是他的错，求小李总不要开除我，好歹念在我俩的同学情，能不能手下留情？我知道他完全是因为舍不得这个工作而假意道歉，但这又关我什么事？我依旧不理睬，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张玲丽一开始还算冷静，只是发消息，但她发现自己被行业封杀后开始发疯，每天从早到晚带着记者开直播，跪在公司门口鬼哭狼嚎。原来的同事见了他都躲着走，刘瑞上前劝他别闹了，惹恼了小李总没好果子吃。陈总年会以后也被开除了，你快走吧。可张玲丽依旧我行我素，我也照旧让保安拖走，或者直接报警处理，让公司的法务对张玲丽发律师函。发出没几天，张玲丽就消停了，也删除所有拍摄的视频，那些记者也销声匿迹。等我和林龙结婚时，才有同学告诉我张玲丽的消息。张玲丽的父母听说她被李氏集团辞退后，找不到任何工作，结交的富二代男朋友还是个骗子，感觉在亲戚朋友面前丢了面子，一气之下把她赶出家门。而张玲丽生气无处发泄，找上魏巍，一时情急失手捅死魏巍，最后被抓进监狱。我无意打听那些带给我至暗时刻的人的消息，我在意的只有此时此刻带着光穿着婚纱的林龙缓缓向我走来，一如出狱时少女向我伸出的双手，照亮我昏暗的人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